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6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3集的词汇。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老师点赞，支持老师。然后现在在大叔中文的这个大叔 mandarin.com 我们有在贩卖有声书跟电子书。那如果大家对中文的阅读有兴趣，想要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可以到我们的大叔小书屋，现在有新的名字叫做大叔小书屋。这个网站里面有卖很多我们大叔自己写的故事书，你们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我们来看一下。好，12629，中文要怎么说？12629，我们再看一遍，12629。好，12629。好，感谢大家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每天都有很多同学来听老师的直播课，也很多同学觉得老师的课能够提高我的中文水平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课，我的课是免费的希望大家多多的介绍给你的朋友，把老师的视频分享出去。好，12629裴静林子12629步，蓝墨 Mandarin 佳佳12629步，立新宋平秀珍12629步，答对了，非常好。还有 Jenny 12629步，太棒了。我们每天都来练习数字慢慢的你会对中文的数字非常熟悉。还有慧君12629步，美莲12629步。好，还有谁？春娇 Charles 都答对了，很好。那我们就来上课吧。我们今天赶快把课上一上。Hello， 碧儿来了碧儿也答对了，12629步。Hello Larissa， 欢迎。好，那今天的课是 HSK 第3集的词汇，请大家跟老师念一遍好吗？好，关注，关注，再来观察，观察。好，关注跟观察两个词汇。好，那这两个词汇都非常的常用我们先看第一个词汇，关注。关注就是密切，密切就是你随时都在注意这件事情。好，注意就是 notice pay attention。 当你注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去关心它，你会想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所以当你注意一件事情的时候，表示可能你喜欢这件事情，或者你在乎这件事情。 You may love it or care about it。 你可能很在乎这件事情，或者很喜欢这件事情，那么你就会去关注它。好，而且可以用在事情或人上面。那我们现在用关注这个动词呢，通常现在呢常常是用在社交媒体上，比如说哇，我现在开始关注理查老师的中文直播课，或者呢有一些你们很喜欢的男明星女明星，你们会去关注他的消息，对不对？还有他的动态。所以关注现在常常用在社交媒体，或者是你关注一些演员明星歌手，关注你密切注意某人或某事。那有时候像我们有一些国家他们在战争，你可能会关注这些国家战争的情况是什么样。或者呢，现在我们都知道11月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大选要开始了，所以你会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所以当你关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 closely pay attention， 密切的注意，你会去
想要了解它会怎么发展哦。好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别忘了关注我的脸书。好，别忘了就是 don't forget， 忘就是忘记，你也可以用不要忘了，别忘了关注，就是你要去跟踪老师的脸书 Facebook 的动态关注有时候我们会叫你说，哎，这个请你点赞，然后呢这个关注，对不对一键三连，你们常常听到的好，别忘了关注理查老师的脸书 Instagram 还有油管 Facebook YouTube 好的，所以常常现在我们是用在社交媒体上面，当然很多情况都可以用关注，像老师刚刚说的美国选举，或者是你很喜欢的演员、明星、歌手都可以用关注，甚至隔壁班有一个帅哥，有一个美女，你想要去关注他也可以好的，关注某事就是密切注意某件事情的发展和变化。好，那么其实我们的关注这个词汇，其实把它拆开来看，就是关心跟注意啦关心和注意。所以你其实就可以去了解关注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你去关心一件事情的发展，你注意一件事情的发展，关注就是关心和注意关心和注意。好的，密切注意某件事情的发展和变化，发展就是 develop， 变化就是 the change。OK，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登山者们，好，登山者我们一般指的是爬比较高的山的人登山者们表示有很多人，对不对？天气最近的天气就是 weather， 最近的 recent， 动态所谓的动态就是最近的变化叫动态，动态指的就是最近的变化，最近的变化叫动态好，关注、关心和注意。好，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好，登山者们关注最近的天气动态，非常好。好，小马来了，登山者们关注最近的天气动态，非常好。秀珍，登山者们关注最近的天气动态。那你们觉得为什么登山者要关注天气动态？因为他们爬山的时候，天气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天气不稳定，那是不适合爬山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关注天气的动态。如果天气很糟糕，那么他们可能就取消了爬山的计划。所以登山者们关注最近的天气动态好，你们都答对了，非常好好，太棒了碧儿答对了还有Jenny 也答对了。好，我们佳佳、月莹，你是月莹对不对？答对了，很好。对，要避免危险避免危险，因为如果天气不好的话，登山是会有危险的，所以他们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动态好，非常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好，工业污染让居民们工业污染你们应该都知道 industrial pollution， 工业可能有时候你会看到工厂会排放废气好，老师写一下排放废气。那什么叫排放废气呢？其实你可以看这张照片，工厂呢会有烟囱，它会把不好的空气，不需要不好的空气给排出去，那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有一些工厂它是会排放废气排放废气。好，那就会造成工业污染，可能是水污染，可能是空气污染但是污染是对我们的健康不好，对不对？好，让居民们
开始问题环保关注。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工业污染让居民们开始关注环保问题。所谓的环保问题，就是你会去关心你的环境，你会想保护你的环境，你不会让污染来伤害你的环境，这个就是环保，重视环境，不受污染，这个就是 eco-friendly 环保，对不对？好，车也会排放废气，没有错，车每天都在排放废气哦。好，这位同学 Sulin 你好，工业污染让居民们开始关注环保问题。排放废气等工业污染让居民们开始关注环保问题，所以关注就是居民很关心这件事情，他们也很注意工业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用关注啊。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现代人真的要开始关注环保问题，因为现在地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我们要怎么样来开始注意关注环保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老师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少用一些一次性的餐具啊，少用一些一次性的餐具，少用这个塑料哦。然后呢，尽量做这个大众捷运系统啊 ，public transportation， 尽量骑脚踏车，然后少吃一点肉是有帮助的啊，因为养牛会排放非常多的二氧化碳，这个中文叫甲烷，对不对啊？methane， 英文是不是叫 methane 啊？甲烷哦，这个都会造成空气很大的污染哦。所以这个少吃一些肉是对环境有帮助的哦。多吃一点蔬菜水果，不但对自己的健康好，也可以减轻污染问题哦。好，谁可以告诉我甲烷的英文是什么 ？methane 是不是 ？methane 好像是，我忘记了。对，吃素也是一种保护环境的方法跟选择你们觉得戴口罩是一种避免呼吸到废气的好方法？当然是。在台湾很多人外出都会戴口罩，因为空气很糟糕。那如果你戴上口罩之后，就可以避免呼吸到废气好，城市里来往的车辆每天都在排放废气，是啊，没有错methane 对不对 methane 好，对，尽量不用塑料袋。如果你去买菜或买东西，你最好有自己的购物袋，你去买一个帆布袋，然后带着，你就不用塑料袋了。在台湾叫塑胶袋你就不需要使用塑料袋对，没有错，很好。好，你们的英文都比我好 ，methane 对不对？我是不是念对还是念错？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常用的表达叫做高度关注。高度呢表示非常非常的意思，所以当你高度关注一件事情，表示你 pay much attention，pay great attention，表示你非常非常的关心注意某一件事情。我们中文会用高度关注。好，那么高度比较像英文的 highly 那种感觉 ，highly noticed 好，媒体。好，那这个 Jenny 说，我最近常关注黄金的价格。最近我常关注黄金的价格好的，别把垃圾扔到河里。对，这个很重要。有的人都会把垃圾随便的丢到河里好的，乔马好快。媒体，好，媒体就是那个 media 像电视台、报纸都是媒体对 ，to OK， 这次的好 ，like this times 新闻事件，高度
给予了。好，这边呢，各位同学，在台湾会念给予哦，在大陆念给予，好，给予了。好，那我现在先用大陆的念法，在台湾会念给予，在大陆念给予了关注。好，我再念一次，媒体对这次的新闻事件高度给予了关注。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媒体对这次的新闻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好，媒体对这次的新闻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好，春娇，媒体对这次的新闻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不是关注高度哦，是高度关注。好，那这个在台湾念给予哦。好的，没问题。汉奸对这次的新闻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好，没有问题，很棒哦。好，那这边特别教大家这个搭配叫高度关注，表示你非常的关心、注意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人哦。好 ，OK，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汇，请大家注意，这个也非常的常用哦，叫做引起谁的关注。好，引起就是吸引了啊，你让某个人开始注意你了，所以这个叫引起。好，引起某人的关注，表示你让这个人关心你，注意到你了啊，这个用引起 attract、arouse 那个感觉啊。好，他的所有人的发言，好，发言就是你说出来的话，通常是正式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外交部长可能会有一些正式的发言，发言表示你要告诉别人一些正式的信息，我们就会用发言 speech formal speech especially in public places 特别在一个公开正式的场合，我们就会用发言，可能是一个 announcement 可能是一个 speech 它可能是一个声明公告或者是演讲发言可以是这些。好，引起了关注。好，他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everyone's attention 非常好。他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那表示他的发言非常重要，或者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所以大家都开始关心关注他说的话，因为他讲的话很重要，可能是政府的政策，或者是他讲的话会影响每个人的利益，所以他的发言特别重要，引起了大家所有人的关注。好，他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好，他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好，很棒哦，你们都答对了。好，其实呢，这些词汇有一点点难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懂老师解释的方式。老师解释的方式也有一点难度，但是呢，你会更加了解这些词汇的意思他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很好。蓝墨Hardwin 很棒。OK， 李朝老师的直播课引起了全世界热爱学习中文的人的高度关注。哇，我好开心哦！如果是真的话。好，来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支持李朝老师。老师最近的小土豆越来越少了。感觉老师的直播课好像快要倒闭了呀Go bankrupt My life lessons Go bankrupt 好 OK 好的，那这个偷油的句子没有问题。好 Charles 的问题的句子也没有问题。好 OK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叫观察。观察简单来说是你非常仔细的去看事物的细节或变化。什么叫观察呢？老师就会想到，如果你要观察一个东西的话，你可能会拿放大镜仔细的看，或者是你会去比如说像侦探或警察，他会去观察一些环境的细微变化所以观察一般是你会用一些工具
或用你的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东西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细节，观察。我们特别喜欢观察什么呢？有时候你会去观察比如说有花朵要开了，哇，你会去观察开花的过程，或者是你观察昆虫它蜕变了，它可能从蛹变成了蝴蝶，你会去观察所以通常你会观察事物的变化好，艾志凡你好，这个我们不会说观察有没有车，我们说注意我们要注意有没有车才过马路。观察跟注意是不一样的，观察跟关注也不一样。观察一般你会拿着工具或用眼睛很仔细的去看东西的细节，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是注意 pay attention， 我们是注意有没有车子所以我们不能说观察，观察你会这样，哇，你会仔细的看一下，这个才叫观察所以观察跟注意是不一样的你要特别注意，观察你一定会用眼睛很仔细的去研究去看这个才是观察不一样的意思。好，那么这个很好科学家在观察猴子的行为非常好。那科学家可能会用摄像头，可能会用相机去拍，他会去观察猴子今天做了什么，明天做了什么，所以这个是观察，没有错，观察猴子的行为。好，我们要观察阿能的戒烟行程监督，这个可能可以用监督 monitor 这个我会用监督，我们要监督阿能。好，监督就是你会严厉的去看这个人有没有执行这件事情监督。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意思仔细看并注意事物的细节或变化，细节就是 detail， 变化 change。好，小猫正在观察和探索，探索就是 explore， 到处去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探索周围的环境。好，你看这只小猫，它对什么都很好奇，它看到了一个虫子，它会去观察探索周围的环境好医生观察每一个病人的很好，的病情很好，可以病情可以用观察的好的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中文常常会说仔细观察，仔细 carefully， observe carefully。仔细观察表示你每个细节都不会放过，你会看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很注意，很小心。好，另外呢，有一个词汇我们等一下来聊观察能力，我们先把这个词汇记起来，这个表达要记起来，仔细观察。上课的时候，化学老师好 chemistry teacher 化学老师好化学老师我在公司的定位是监督，秀珍你应该用监督不是观察，观察你会这样去看你的员工，很奇怪吧？你应该是去监督monitor 去监督员工们是不是工作很认真，有没有人偷懒，这个叫监督这个叫监督。好，上课的时候，化学老师水的变化的 change of water 仔细要很小心，很注意细节，观察要我们好，这题有一点难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上课的时候，化学老师要我们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好，所以化学课的时候呢，这个化学老师会加很多奇怪的化学药剂啦、化学物质进去水里面，水会产生变化，所以化学老师要我们仔细观察水里有没有什么变化，仔细观察好，那这个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观察的使用方法监督员工非常好
好，上课的时候，化学老师要我们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好，对，没有错，观察就是仔细的看某一件事物，没有错，这个就是它的意思哦。好，OK，好的 Henny， 上课的时候，化学老师要我们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当你仔细观察的时候，你可能会用眼睛或者是用其他的工具来帮你记录，或者是发现这个事物的变化啊，这个是观察。比如有时候有的人会去观察月亮，对不对？可能今天的月亮比较圆，明天的月亮比较没有那么圆啊，所以你会去观察月亮的变化啊。特别当你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会产生变化的，会产生变化啊。好 ，OK， 我们来看下一题。这里我们另外学到一个词汇叫观察力，就是你能够观察事物的能力，就是 the ability to observe。OK， 观察力，你也可以说观察能力都可以，表示你能不能够很仔细的看到事物的变化，这个是你的观察力。如果观察力细微的人，我们会学到一个形容词叫细微。观察能力或观察力细微的人，那么他可以发现很细节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做观察力。那通常他会使用的形容词叫细微，表示 very very detailed。如果你是一个观察力细微的人，那么你可以看到很细节、很小的变化，你都可以观察得到。那么你是一个观察力细微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是一位警察、侦探，那你的观察力要很细微啊。好，医生观察每一个人的病状，我会说病情吧，我不用病状这个词，我会用病情或病症啊，我不会用病状这个词。这个句子本身没有问题啊。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句子。这位侦探，好，侦探就是你们知道侦探对不对？Detective。好，侦探啊，侦探一般有什么案情发生的时候，他会帮你找出谁是凶手，然后案发的原因是什么啊？这个是侦探这个职业会做的事情，他会帮你找出凶手或这个案件的原因、事发的经过，他都可以找得出来。侦探不但而且，好，这是一个 HSK 2级我们学过的语法点 ，not only but also， 不但而且，不但聪明、能力，而且观察很强。好，这位侦探不但聪明，观察能力很强，很棒。这位侦探不但聪明，而且观察能力很强，很好。细节跟具体是不一样的哦。具体的话，基本上你是用一个比较明确的话来去把一个事情具体的说明。所以我们中文会说，具体来说，表示你要用一些比较清楚的方式告诉别人。具体表示是比较清楚明确的所以我们说具体的事物，比如说爱情是抽象的，那具体的事物包括衣服是具体的事物，对不对具体是很明确的，通常有形状的或者是有条理的，这是具体的。那细节就是 detail， 表示你很详细的去描述一些东西好，观察鸟类是个很好的业余爱好，很好的句子，很好的句子。好的，这位侦探不但聪明，而且观察能力很强。好的，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句子。这位生物学家，好，生物学家 biologist， 经常大象的观察生活习性 ，OK，living habits， 生活习性。好，
那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今天的课是不是有点难啊？虽然是 HSK 3，感觉好像 HSK 4、5级的课哦。今天的词汇跟句子都比较难，你们会觉得吗？还是觉得哎呀 very easy， 好简单哦？不晓得你们觉得难还是简单啊？好，这位生物学家经常观察大象的生活习性，不觉得啊 Mandarin 觉得很简单，那就好。我怕你们觉得太难了。好，这位生物学家经常观察大象的生活习性。这位生物学家经常观察大象的生活习性。Jenny 觉得有点难哦，对，今天的课比较难。好，这位生物学家经常观察大象的生活习性。好，安安、Simon 跟佳佳都答对了哦，非常好。好，那各位同学，老师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啊，碧儿觉得有点难。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看到这张图片，对不对？请问各位同学，这位生物学家手上拿的东西叫什么？好，请问你们，这位生物学家手上拿的这个东西，中文怎么说？英文叫做 binocular， 对不对？有一丢丢难。请问这位生物学家手上拿的东西 binocular 中文要怎么说？好，是不是真的很难呢？有没有人记得？对，这很多词汇其实应该是 HSK 4、5级。双筒望远镜，好，好像是圆什么？对，好，很多同学都知道啊，就叫望远镜，可以叫它双筒望远镜啊。好，那一般我们叫它望远镜就可以了。好，望远镜没有错，叫望远镜。好，望远镜。好，因为望远镜有单筒的，也有双筒的。不过一般我们讲望远镜就好了。当然你可以说双筒望远镜。哦，好，很棒，就叫望远镜就好了。望远镜。好，所以偶尔我们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物品，中文要怎么说？不然你们很久很久没有用了，是不是忘记了呢？哦，好 ，OK。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啊，跟日文一样啊。好，那我们明天见，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HSK。如果觉得很难，没关系，再看一遍哦。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帮我点赞。如果你觉得有点难，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的地方多多练习老师说的句子跟词汇。现在很多同学啊都这样做，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增加自己的记忆力。我相信，如果你常常这样练习打这些字、打这些句子，你绝对会记得更清楚的。好，那么我们明天见，拜拜。有人刚刚上网查呀。好，再见，各位同学。